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又到了 Foundation Review 的时间了，大家兴不兴奋呢？开不开心呢？我是很兴奋、很开心的，因为为了这个粉底，我等了很长时间，而且呢，网上很多的 review 呢都说它很好用，所以我对它呢是寄予厚望的。先说一下 packaging 吧，它的名字叫做 Suku Extra Rich Cream Foundation， 然后还是在这种这叫 matte finish 这种黑色的盒子里面，就跟以前的包装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然后里面呢，我已经拿出来了，里面就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底座，然后呢粉底拿出来呢，在这底下有一个这种 spatula， 就是小小的一个挖勺。因为这种罐状的粉底不是用手蘸不是不卫生嘛，所以我一般都会配一个这样的东西。跟以前的包装呢，我觉得没有太大区别，唯一区别就是盖儿变了个颜色，现在是金色，然后旁边露一个小小的黑边边，可能他们觉得这个颜色会让这个产品看上去更贵气一些。打开了之后，里面有一个塑料的这种 stopper， 这是一个小盖儿。一般这种盖儿我都会留着，因为呢，就是可以保证粉底呢不要那么快干掉，而且呢也是可以保证卫生。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盖儿的问题，就是一般尤其是在粉底很满的那种状态，你使用过几次，那个粉底就会从边边挤出来，就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真的是要粉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用掉一些了，它才会没有那么容易脏，才会变得干净。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罐装的 foundation 都存在的，就没有办法，有时候还会蹭到就是这个盖儿的里面，特别的恶心。打开，然后它这个质地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我个人认为它这个质地跟老款的那个 cream foundation 比的话更稀一些，老款的实际上更干，更像真正意义上的那个cream 或者霜状，这个就稍微有点像稍微稀释一点的乳霜。我在网上查的就是这款粉底的它的宣传文件是说它这个粉底里面存在12种美容精华，如果想知道哪12种的话，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然后呢，就是在他们自己的 website， 这个粉底呢，它的效果是有光泽度的一个粉底，而且它这个光泽度呢可以保持一整天，就是它是讲是妆容与时间同步进行，也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粒子，吸油粒子啊，或者是光的折射的粒子啊，它是可以随着时间的进行慢慢释放的，可以保证你的脸部的光泽度呢可以保持一整天。然后它还有很多的这个保湿成分，所以它网上推荐的是推荐给熟龄肌的。先说一下它这个颜色吧。我手上买这个颜色呢是色号101，他们家现在色号就是他们家的色号是分成3个不同的 category， 就3个不同的分类。00打头呢是 beige ochre， 就是黄色调的粉底。1打头的101、102，这个是叫做 ochre， 就是 neutral 色系的粉底。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2打头的20几的，这个色系呢是 pink ochre， 就是说稍微有粉红色调的这个粉底，所以就看你自己了。我这个挑的是 neutral 系列的最白的这个色号，是我一个网上的同学推荐我用的。然后接下来的视频呢，我会做一个就是说示范上妆的一个分享，让大家看一下。我会用2种工具，一种是刷具，一种是海绵，就是 Beauty Blender， 然后试一下2种刷具的 finish 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请看吧。之前网上有一个 viewer， 他跟我说，他说他买了这款，而且他也买了跟这款配套的刷具，然后他说刷了之后呢，很容易出粉痕，问我怎么才能不出粉痕。所以我说，因为我也没有买那个刷子，所以我就决定呢，今天这个脸呢就一半用刷具，我挑来挑去挑了这个 Koyodo 的这也是 synthetic fiber 的。然后也是稍微大一点，但是形状跟那只刷子不一样，但是我就用这个来试一试。另外一边呢，我就用这个 Beauty Blender 来试，然后看看有什么区别。拿这些好了，然后放在手上。我有点不确定这个颜色适不适合我，但我也是在听了同学们的建议啊，就是同学们之一的建议才去买。好，这边呢就用海绵上。今天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粉底啊，
我不知道视频上怎么感觉。我现在很可惜的，因为我已经把旧款的那个 Cream Foundation 给用完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但是就我这样目测的话，我觉得新款貌似没有旧款遮瑕度高。我觉得旧款的遮瑕度比这一款要高。它擦完了之后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光泽度的那个 finish， 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感觉像皮肤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那种它叫它宣传是 full coverage 嘛，但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 full coverage， 如果再点一层的话可能会更多，再来一点吧。我觉得这支肯定用的要比那个旧款的那支要快，因为它的遮瑕度稍微低一些。但是可以叠加的状态还可以，那可以给大家看区别，这边和这边我本来的皮肤，所以它遮红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就是大面积的瑕疵还可以，其实遮瑕都属于 medium to full 吧，这么说，但是它还是能看出来皮肤本身的这个质地的。那么我手上还剩下这么多，然后我用来擦这边，可能是不够了，我觉得。如果你刷粉很容易出粉痕的话，粉底我建议你就是说，在把粉底先点在脸上的这个过程中呢，要把粉底点的比较松散一些，因为有的人是这样一点是这种点法，你要多点一些，非常均匀的铺，大面积的铺了很多粉底在很多不同的位置上，这样的话就把它均匀的铺开。在刷的时候呢，就不太容易出现粉痕，而且一定要少量多次的这种上法是最不容易出粉痕的。然后拿这个刷具，然后取决于你刷具本身的状态了，你也可以就是说先在刷具上喷一点保湿喷雾再上，也可以直接上。就毛越密的刷具呢，越不容易出粉痕，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毛比较密的刷具很容易出现吸粉的状态，然后很多粉就被吸到刷具上，虽然它是 synthetic， 但仍然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问题。完全不够，还要再加。哎呀，我知道这个粉底肯定会用的非常快的，因为我觉得用量比较浪费的原因。伤心，在我心里它已经不是那个 value for money 了。以前我其实有这种感觉，虽然它贵，但我觉得它用的时间非常久，所以如果从单次使用的价钱来说，它其实不贵。现在呢，我就觉得，应该很快就能用完，我就已经不觉得它是一个划算的品牌了。而且我不喜欢用刷具来刷这支粉底，我觉得这支粉底其实不太适合刷具刷，因为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其实刷具刷可以很容易刷开的粉底，需要里面有一些就是说，不是说滋润的成分，就类似于像润滑剂一样，就是可以让它在脸上很容易推开。这支粉底呢，我在用刷具刷的时候是觉得就像有阻力的那种感觉，在脸上刷，不是那种特别顺手，不是那种特别好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支粉底不适合刷具。你看我这么刷来刷去的，其实如果说我今天脸上干皮要多一点的话，刷完了之后状态会很差的。所以说这支粉底我觉得最好还是用半湿的那种，就湿的这种海绵上。然后我现在整体都擦完了之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颜色，一打头的这个系列是 neutral color， 就是中间的那种色系，所以我就觉得跟我脖子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好，我离近一点看大家能不能看到，就这样，这种效果。我觉得这支颜色还不是100%适合我，它深浅度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想用的话，就是最好还加一点点黄色系的粉底在里面，它需要稍微一点点的黄，然后这样的话就跟我脖子就会混得更完美一些。好了，我回来了。我现在把眉毛、口红、腮红还有这个眼线画了一下，其他我没有画。而且我今天没有定妆，没有用蜜粉定妆，想看一下这个产品它的控油效果，还有就是说持妆效果好不好。现在是早上的11:06，那我们待会儿见吧。
拜拜。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是下午1点半。然后，在我看来，基本上这个底妆没有什么变化。我也没有觉得这个颜色深了一色好，没有这方面的，因为它应该没有什么怎么氧化吧。控油效果还不错，虽然我也不怎么出油，但是我鼻子两边有出，所以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油光已经开始出来，但不是很严重，底妆没有分开，就目前为止还可以。今天的天气呢也不错，阳光明媚的，然后也挺热的。我在外面走一会儿，晚上的时候再给大家一个 update 看看怎么样吧。目前为止还可以。现在是下午的6点09，从早上11点钟左右到现在6、7个小时了吧。其实我可以再挺的时间长一点，挺到8个小时左右。但是因为我拍摄的光源主要是日光嘛，然后我们家里的这个灯光拍摄光源不足，如果我真的等到就是说8个小时的话，我可能就拍不出来这个 update 的效果了。所以正好现在趁着外面还有阳光的情况之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持妆1天的效果。我今天一整天没有补妆，然后但是我脸上也没有铺蜜粉。我先把眼镜拿下来，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这个额头、鼻子还有鼻翼两侧呢，就都是这种油光锃亮的。如果我当时有用蜜粉定妆的话，可能问题会小很多。然后基本上呢，就是脸颊两侧的妆呢也都还在，就是粉底的完整度保持的还挺好的。然后呢，我认为呢，就是这个像我这个眼镜托这个位置呢，就有一些卡粉的现象，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严重，就是我基本上用手这样碰一下，这卡粉就好了。但是就是这个鼻翼两侧油的挺厉害的，鼻头出油出的挺厉害，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虽然它出油，但是它并没有让这个粉底掉。但是我的手也没有碰过我的这些出油的位置。如果我现在碰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就会蹭掉一点点的那个粉底。但是这种状态，比如说你是一个经常喜欢摸自己的这种人，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小动作嘛，喜欢摸脸呐、摸下巴什么，粉底可能就会掉了。所以这个位置是一定要补的。我觉得就是你用这个粉底，鼻翼两侧虽然有出油，但是呢，这个粉底并没有分开，因为有的时候鼻翼的位置出油了之后，这个粉底就会断开。好了，那我们总结一下这款粉底的特点。初步使用的这个经验来看，这款粉底它本身的质地比老款的那个 Frame Fix 稀，遮瑕度呢也比老款的 Frame Fix 要低一些。所以因为这个状态呢，我觉得从使用的速度上来说，它就会比那个老款的那个粉底要用得快很多。它整体的妆效呢是一种非常有光泽度的底妆，而且这种光泽度呢是不假不厚重，感觉是从皮肤自己本身发出来的那种光泽度。我很喜欢这种状态的 finish， 就是看了之后呢，让人觉得虽然你有化妆，但你不是化了很浓的大浓妆。持久度来讲呢，我觉得这款粉底的持久度大概持妆3、5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那超过3、5个小时以上呢，就会T中出油，出的还蛮厉害的。而且呢，我的皮肤现在是属于混合偏干的皮肤，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混合偏油或者是油性皮肤，你绝对不需要考虑这款粉底了。你一定是要干性皮肤或熟龄肌，熟龄肌就是很干很干嘛。我说的熟龄肌都是那种像40以上的那个年纪的熟龄肌，我觉得非常适合他们，因为他们的因为在那个状态的时候，皮肤是很缺水的，很干燥的。这个时候用这个粉底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如果年纪太轻了，皮肤出油状况很严重的那种人，就是根本就是用不了这款粉底，因为顶多就是用个2、3个小时就需要彻底补妆。而且这款粉底因为滋润度太高的原因，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类型的皮肤，你一定要定妆，用蜜粉定妆。而且如果你有那种吸油功能比较强的蜜粉呢，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它的滋润度呢，基本上相当于一瓶晚霜的滋润度。因为我之前就是在画的时候，我把这个粉底有打在眼皮上面，然后但是我眼皮上有用个眼影粉画了一条眼线。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它这个东西太滋润的原因，我那条眼线都融掉了，融到了内眼角，然后看上去像眼屎一样，非常恶心。我觉得这款就是粉底，它滋润成分确实有点
过剩，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尤其是那种眼皮可以容易出油啊、出汗的人，化妆的时候用这个的话，就把它擦在最干的位置，眼皮就尽量不要涂了。你可以用眼部打底产品来遮眼睛的颜色，就是不要用这款粉底来上眼皮，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眼线眼影提前脱妆。这款粉底如果你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肤质，但你都想使用的话，我就建议你只有在冬天或者秋天，在天气极度干燥又冷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款。我觉得大家这种状态大家都可以用，但如果是在春夏的话，这个就只适合皮肤非常干燥或者混合偏干的人使用，因为否则的话你就会面临脱妆出油的这个问题。因为颜色有没有氧化的问题，其实我当时就是说画了这个粉底之后呢，我头2-3个小时我真的没有看出来颜色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在晚上最后一次 update 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6点多钟，我看了一下，我感觉目测就是仿佛这个颜色稍微暗沉了一点，但是我也不确定呢是不是因为就是说光线本身也暗了的原因。如果它是有暗沉的话，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变化，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就我可以说它是颜色不会氧化不会暗沉的一款粉底，这点我对它还是蛮满意的。总体来说呢，我的感觉就是对于这款粉底呢，我是失望多于惊喜。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对它的这个期望值非常的高。我是用过他们家以前的那个 Frame Fix 的 Cream Foundation， 我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当时出了新 Formula， 我的以为是它是那个的升级版，就是比那个更要好。但是我从就是使用的经验来看呢，它只有在滋润度上比老款是更上一层楼的，其他的方面其实都是so，我觉得没有比老版好到多少，而且有些是比老版差一些的。而且它这个额外的滋润度呢，其实并不适合我皮肤的状态，可能更适合一个就比如说像我婆婆那个年纪的人的皮肤的状态，这个滋润度对他们来说他们是需要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有点太高了，因为我看那个妆效最后晚上的时候出油出的是挺厉害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额外的滋润度实际上是浪费了。好吧，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然后也希望我今天说的这些东西呢，对于在选购粉底的过程中的一些同学们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什么额外的问题需要问我，或者说我的影片中有什么没有说到的方面呢，也欢迎你给我发 email 或者给我发 comment 来问我。那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